为了让白月光顺利上位，女友擅自更改了我的竞拍合同。我向他追问，他却一脸不在乎。不就是一块地吗？建什么不是建？再说了，他拿地是为了建学校，可比你的垃圾处理厂有意义多了。你就不能学人家，为社会多做点贡献吗？可他不知道的是，那块地是工业用地，根本不能用来建学校。如今他们就等着被追罚上亿的赔偿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深呼一口气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工程花了我们多少的心血跟精力？一旦你擅自更改工程的事情曝光，受到牵连的不仅仅是你。何林不耐烦地拍了拍桌子，我只知道这个工程能给公司带来更大的利益，不用多说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我简直要气笑了。当初公司为了拿到优秀企业的评级，特意针对当地的补贴政策，选择了这个对公司最有利的规划。但自从刘生来了之后，非要吹嘘建学校的规划更好，何林就跟昏了头一样，刘生说什么他就信什么。直到后来，我跟刘生各自拿了一份企划方案，自己胜出，何林才闭嘴。没想到如今合同都已经签了，他却偷偷更改了内容。我只觉得心灰意冷。你别后悔就行。何林看到我这副模样，似乎有点于心不忍，他张嘴还想跟我说些什么，手机铃声却突然响起。何林急忙接起，我扫了一眼，屏幕上明晃晃地写着我最亲爱的。电话那头，刘生焦急的声音传了过来，何林，你快来施工现场，这些人根本不服管教，甚至想对我动手。何林瞬间惊慌，连连喊道，你别急，我现在就过去，你告诉他们，他们要是敢伤了你，我让他们全部给你偿命。我冷冷地看着何林，相恋7年，他从未在外人面前公开承认过我的身份，更遑论喊我一声亲爱的。可如今他不仅给了刘生特殊的备注，甚至一向以理智冷静著称的他，都因对方的一句话变得慌乱无措。也许我早就应该意识到这一点，在何林的心里，刘生才是那个最重要的存在。何林甚至无心再理会我，拿起包就着急离开。我拉住他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何林以为我是担心他的安全，眉眼稍微软了下来。你也不要生气，要不是刘生，当年我说不定就溺水淹死了。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还他当年的救命之恩。每次何林在我跟刘生之间选择后者时，他都会拿刘生曾经救过他一命这个理由来堵住我的抱怨。这话我听过太多遍，已经免疫了。我随意点点头，心里担心的却是工程那边出问题。毕竟这个工程是自己一手操办下来的，我不忍让它流产。我跟何林赶到施工现场，一眼就看到一群民工牢牢地围成一个圈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怒意。而在圈子的中间，隐隐传来刘生的怒骂。何林怒斥一声，你们在干嘛？都给我让开！民工回头，圆圈散开了一个口子，刘生透过缝隙看到何林，脸上瞬间浮现委屈的神色。他立马拨开众人，猛地冲进何林的怀里。林，这些人简直就是暴民，我只是告诉他们工程换了，让他们赶紧收拾东西走，结果他们突然围上来，要我给他们赔偿，不然就要揍死我。何林顿时心疼地抚摸他的后背，怒气冲冲地看着那群人，你们还没有正式开工，凭什么要赔偿？我突然意识到不对，急忙问道，昨天公司才跟施工方签完合同，你今天就把他们都换了？何林一脸不耐烦地看着我，
建学校跟建垃圾场能一样吗？不换人，万一之后出了什么问题，他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孟泽，你最好先搞清楚自己是站在谁那边的。我只觉得本就寒透的心，再次被人浇了一盆冷水。从我拿下竞拍到跟施工方签完合同，整个流程下来，少说也有几个月。而何林短短的2-3天时间，不仅偷偷把合同内容改了，甚至更换了施工方。要说他们不是早有预谋，我根本就不信。这时，民工里突然走出来一个戴着蓝色帽子的中年男人，他看了看我，然后冲何林笑道：“何老板，你好，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方清。虽然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工，但咱们可是签了合同，只要签了合同，就得按规章办事，不然以后人人都像你这样，大家还怎么做生意呢？”众民工纷纷点头附和。就是为了这个工程，我们把其他活都推了，现在你们说换就换，这个损失谁来赔？眼见何林脸上逐渐挂不住，刘生直接呛声：“像你们这种民工，要多少有多少，你们什么身份也配跟我们讨价还价？我就算是把这些钱扔给乞丐，也不会给你们这些臭虫。”说完，他还往地上吐了口痰。众民工的脸顿时黑了，就连方清的脸色也瞬间沉了下来。何林见刘生为自己说话，瞬间觉得底气回来了。不管合同怎么写的，我只知道我没看到你们干活，要么你们现在自己走，要么等会儿我喊保安把你们轰出去。到时候要是误伤了谁，我可不负责。你们自己选吧。这样的行为几乎是要将公司的发展之路堵死。我有些看不下去，走上前劝道：“圈子就这么大，你这么做，以后谁还敢承接我们公司的工程？”不等何林反应，刘生眉头一挑：“孟泽，你这么向着方清，不会是有什么猫腻吧？早就听公司里的人说你背着大家伙儿吃了很多回扣，我本来不相信，但现在难说喽。”何林顿时怀疑地看向我，我心一凉，问何林：“你也是这么认为的？”何林虽然没说话，但脸上的表情明显信了3分。我突然觉得自己现在做的这一切挺可笑的。这些年，我劳心费力，一心想把公司做大做强，吃的苦受得罪，从来没有一件会拿到何林面前抱怨。没想到现在只是因为刘生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他竟然开始怀疑我。我索性闭口不言了。刘生见我不说话，只当我是默认了。他十分得意，向何林邀功：“我有个亲戚就是做工程的，报价绝对比这个划算，而且有我看着，绝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吃回扣。”何林满意地点点头，刚想夸他，结果一抬眼就看到有个民工正拎着个棍子，从背后悄悄地朝刘生靠近。他脸色一白，急忙大喊：“小心！”手上却挥舞着动作，下意识把我推了过去。措不及防下，我整个人踉跄着往前跑了几步，才堪堪站稳。下一秒，棍子直直地朝我落下，我下意识举起胳膊挡住了棍子的攻势，瞬间刺骨的疼痛从胳膊蔓延至整根手臂，我只觉得自己浑身发麻，后背冒出密密麻麻的冷汗。一看打错了人，那个民工吓得松开了手，棍子顺势滚落到地上。他结结巴巴道：“俺不是故意的，俺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。”而何林全然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况，他满心满眼都是刘生，仔细检查过他没事后，才松了一口气，随即冲上去，怒气冲冲抽了民工一耳光。要是伤到了他，你赔得起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儿没完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走。刘生见何林为自己出头，先是一愣，
随即喜不自胜，朝我投来挑衅的眼神。我静静地看着两人，什么话都没有说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何林动手打人。他一向在意自己在外人眼中的形象，动手这种粗鲁的事情，在他眼里向来是泼妇行为。没想到他为了刘生，已经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了，心底的最后一丝念想也彻底消散无踪。方清见伤了人，赶紧上前将何林跟那个民工拉开，想了想，说道：“算了，我们不要赔偿了，只要你们让我们走，合同的事就做罢。至于医药费，他歉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我这边会一力承担。我没有怪罪他，毕竟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没想到我跟方清都不计较这事，刘生却不乐意了。他捂着自己的心口，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。不好意思，现在不是你们想走就能走的了。我的心脏现在极度不舒服，有理由怀疑是被你们吓的。闻言，何林赶紧跑过去扶着刘生，满脸紧张：“你没事吧？哪里不舒服？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”刘生拦住何林的动作，指着方清：“得让他们负责。”方清眉头紧皱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刘生不紧不慢地伸出2根手指，一脸的势在必得。方清的眉头略松了松，拿出手机就要转账。8000是吧？行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刘生顿时破防，破口大骂：“是80万，你给我转80万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不然我就让你们这些人通通被关进去。”打人的那个民工听到这个金额，瞬间瞪大了眼睛：“你怎么不去抢呢？”刘生冷笑一声：“行，不同意是吧？那我就报警，让帽子叔叔来处理了。”说完，他拿出手机做事要打电话。那个民工气得又想冲上去，被方清死死拉住。他没有搭理刘生，反而看向何林：“何林，你也是这个意思？”何林皱着眉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点点头。刘生有心脏病，这事可大可小，用钱来衡量生命，800万都不嫌多。听到他这话，我突然笑出了声。明明受伤的是我，不应该先问问我这个受害者的意见吗？怎么你们的关注点都跑到了刘生身上？何林像是才想起我的存在，猛地转过头看我。直到此时，他才发现我受了伤，脸色顿时讪讪。你……他往前走了2步，似乎想过来检查一下我的伤势。刘生突然做作地喊出声：“哎呀，孟泽，你没事吧？不过我刚才看那棍子也没碰到你啊，你怎么一直捂着自己的胳膊呢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”我收起脸上的笑容，冷冷地看着刘生。我太知道他话里话外的意思了。之前何林半夜去陪刘生看星星，我因为吃醋，故意洗冷水澡，让自己发烧，把何林骗了回来。但没想到，我还没来得及把浴室清理干净，就被何林发现了端倪。在他一再的追问下，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了他真相。事后，何林对我发了很大的火，1个多月都没有理会我。后来我各种赔礼道歉，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把他哄了回来。可自那之后，何林就不再相信我。如今刘生说这些话，不过就是想提醒何林，这大概率又是我的苦肉计罢了。何林似乎也想起了那件事，瞬间冷了脸：“你既然没事，就不要瞎掺和。都这种时候了，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争风吃醋？一点大局观都没有。”我没有搭理他，看着刘生冷笑道：“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自己心脏不舒服，那咱们一起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吧。不单单是为了留个证据，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健康着想，怎么样？”说话时，我特意在全身检查4个字上咬了重音。何林思考了一番，
觉得我言之有理，便要带着刘生先去医院。刘生顿时慌了，不，还是算了。我感觉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受了。我刚才只是开个玩笑，怎么大家都当真了呢？既然没人受伤，这事就算了。现在谁想走，随时都能走哈。何林犹豫，你身体真的没事吗？刘生立刻拍着胸口保证，当然啦，不然我给你蹦几个看看。说着，刘生就原地蹦跳了几下。趁何林没注意的时候，他突然扭过头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只当没看见，冲方清笑道：“看到了吗？你们可以走了。”这次何林没有再阻拦，方清张嘴想跟我说些什么，最终只是点点头，带着众民工离开。而何林依旧放心不下刘生，吩咐我要带刘生去医院检查一下，你自己打车回去吧。说完，他便扶着刘生朝车子走去，小心翼翼的模样，就仿佛刘生是他手心里最珍贵的瓷器。刘生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里满是得意。我只觉得没意思，试着动了动自己的胳膊，剧烈的疼痛再次穿透皮肉，直达神经深处。但我仍然松了一口气，至少没有伤到骨头。以防万一，我还是打算去医院处理一下。没想到刚走几步，就看到方清带着刚才打伤我的那个民工缓缓地朝这边走来。我停下脚步，看着去而复返的两人。那个民工愧疚地低下头，从怀里掏出了一沓子钱。对不起，俺不是故意打你的，这些钱你拿着去医院检查一下，要是不够，俺再想办法给你凑点。他手中的那叠钱有零有整，边缘已经泛起了毛边，显然是他攒了很久才攒下来的。我摇了摇头，道歉我接受，钱你自己留着吧。见我不肯收钱，他顿时着急了，张了几次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最后只能无助地看向方清。方清拍了拍他的背，行了，欠你也到了，就先回去吧，剩下的事交给我就行。民工犹豫再三，最终选择听话离开。只是临走前，他对我道：“俺叫张涛，以后有用得到俺的地方，俺保证随叫随到。”淳朴的民工不懂得那些弯弯绕绕，只知道谁对自己好，自己就要对谁好。我点点头，算是应下。等他走远后，我才看着方清，笑道：“你这么大咧咧地带着他回来，也不怕刘生没走，再把你坑了。”对方晃了晃自己的手机，他敢坑我，我就敢告他敲诈勒索。我这才发现，方清早就打开了录音功能。我笑笑，做事捶他一拳：“真有你的！”但不小心牵扯到自己的伤处，顿时疼得龇牙咧嘴。方清赶紧过来扶着我：“你悠着点吧，张涛可是出了名的手劲大。走吧，我送你去医院。”我没有拒绝方清的好意，坐上了他的车。何林一直不知道的是，我与方清很早以前就认识了。当初我负责的第一个项目就有方清的参与。这些年接触下来，我欣赏他的义气，他佩服我的能力。虽然私下联系不多，却是难得的知己。这次我执意要跟何林一起到工地上，其实也是为了以防方清吃亏，只是没想到最终受伤的却是我自己。车辆驶出没多久，方清几次欲言又止，我瞅了他一眼：“什么事竟然难住了你？有话就直说。”方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兄弟，别怪哥说话难听，实在是今天的事让我开了眼界。你说说，你这么有能力的人，就没想过换个老板吗？”我苦笑一声，没有接话。其实方清说的这话，不止一个人曾对我说过，其中有不少人还向我递出过橄榄枝，想开高价挖我过去。但那时我满心满眼都是何林，根本听不进去。久而久之，
大家就不再跟我提这事了，只是偷偷在背后骂我活该。没想到只是短短几天，再听到这话，我竟然能心平气了。方清见我没动静，还在暗自揣测。不过说真的，这种难缠的老板，你都能在他手底下待这么久，你跟他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吧？哈哈哈哈！说到最后，他自己都觉得好笑起来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戏谑。然而我却笑不出来了。相恋7年，何林从未在众人面前承认过我的身份，何尝不是见不得人的关系？我悠悠地叹了口气。是啊，我跟何林是地下情侣关系。方清的笑声戛然而止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他嘴巴蠕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然而我却看着前方，猛地瞪大了眼睛，大喊道：“小心！”方清赶紧扭头，只见前面的那辆车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急刹，停在了半路，而我们驾驶的这车辆正急速地朝他们撞过去。我去！方清猛地踩下刹车，巨大的惯性让我条件反射地往前冲去，又被安全带狠狠拽了回来。一刹那，我的心跳也仿佛暂停了一般，直到车子堪堪在距离前车一个拳头的距离停下了，心脏才缓缓落到平地，扑通扑通地响个不停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朝方清打趣道：“就算我们去的地方是医院，你也不用玩这么大吧？”方清明显也吓得不轻，抹了一把额头上的虚汗，缓了半天，才哀怨地看着我：“要不是你跟我开那个玩笑，我怎么可能会分神？这个玩笑可不好笑啊！刚才在工地上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何林有多在乎那个刘生，明明他俩看着更像。”剩下的话在对上我的眼神后戛然而止。没有谁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，尤其那个人还是我。方清显然也明白了这一点，他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非常纠结，似乎想要理清我们这混乱的关系，但没2分钟就果断放弃了。方清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语重心长地劝我：“世上女人千千万，孟泽，你可千万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啊！”尤其是他拧着眉，似乎想找个合适的形容词。然而不等他想明白，前方突然传来几声怒吼：“你会不会开车呀？没看到我女朋友受伤了吗？”即便隔着很远的距离，那道语气还是莫名的让人感到熟悉。我跟方清对视一眼，将车窗降下，朝外看去，这才发现原来前面不远处发生了车祸，一辆雷克萨斯跟奥迪发生了碰撞。不出所料的，那辆奥迪正是何林驾驶的车辆。此时何林一脸茫然地坐在马路边，额头上隐约有些血迹，显然还没有缓过神来。而刘生则是一脸怒气地冲着雷克萨斯的驾驶位破口大骂：“你赶紧给我滚下来！现在到处都是监控，你可别想趁机逃走！”似乎受够了刘生的吵闹，雷克萨斯的驾驶门被打开，从里面下来一个年轻女人。她先是检查了一下车辆碰撞的地方，然后又瞥了一眼何林，神色淡淡地对刘生道：“我正常行驶，是你们突然实现变道，他会伤成这样，要么是你们超速行驶，要么没有系安全带，又或者2样都有。不管怎么样，责任方都在你们。”听到他的话，何林的脸色瞬间变得不太好，刘生也梗着脖子吼道：“他受伤是为了保护我，你别想转移视线，撇清关系。我告诉你，林林可是菏泽的总裁，他少上1天班，公司都会少挣500万。你今天要是不赔我们1个亿，就别想走。”这话一出，旁边的吃瓜群众顿时发出一阵嘘声：“小伙子，你别把人当傻子啊！谁家公司1天就能挣500万？不会是看人家女孩子开着豪车，
就想狠狠讹一笔吧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哦。被戳中了心思，刘生恼羞成怒，朝着众人挥了挥拳头：“你们谁再敢乱说话，小心我把你们揍得爹妈都不认识！”众人被他身上的那股狠劲吓住，顿时脸色煞白。他们小声地骂了2句，就都散开了。毕竟看热闹归看热闹，谁都不想自己招惹上一个无赖。而我大概也猜出了前因后果，无非是何林着急送刘生去医院，不顾交通规则超速行驶，结果撞上了正常行驶的雷克萨斯。只是在车祸发生的瞬间，何林担心刘生会受伤，毫不犹豫地扑到刘生身上护住了他。结果没想到自己却因为巨大的冲击力撞伤了脑袋。而刘生看出了雷克萨斯的主人身价不菲，果断选择狠狠敲诈一笔。方清显然也反应了过来，暗骂一句：“这小子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”说着，他拉开车门就要下去，却被我一把拉住。方清不解地看着我，我只是冲他摇了摇头：“先等等。”另一边，原本已经有些不耐烦，想要报警处理的秦柔，在听到何林的身份后，缓缓收起了手机。他重新打量了何林一番，饶有兴趣地问道：“你就是何林？”何林皱眉：“你认识我？”秦柔没有回答，只是意味不明地笑了笑。他又看了眼站在一旁虎视眈眈的刘生，神色间带了点不屑。明明抱着金子，却把石头当宝贝，跟瞎子有什么区别？配这种货色，也算是绰绰有余了。即便何林没有听懂他话里的含义，但那双眼中的嘲弄毫不遮掩，几乎都要溢出来了。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：“我不知道你是谁，在这里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但我还是劝你先好好想想自己的处境吧，不然等下交警来了，小心吃不了兜着走。”秦柔眼睛微微眯了起来：“你在威胁我？”刘生在旁边不甘寂寞地叫唤道：“你可别乱冤枉人，我们是在合理的索要赔偿。”两人一唱一和，仿佛要将秦柔逼入死巷。然而我已经没了看热闹的心情，直接对方清道：“走吧。”方清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：“走？你不打算管了？刘生他们可是在讹诈那个女人啊！”我却没有一丝犹豫：“不用管。”方清瞬间沉默了，再看向我时，眼神中明显带了一丝别的意味。“孟泽，你不会是怕自己插手管了？何林对你有什么看法吧？”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即便我们插手管了，何林也不会听我的。刚才工地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活生生的例子，而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只要是刘生想做的事，何林不问对错，几乎都是无条件的盲从。但我不让方清插手，确实跟何林无关。想了想，我解释道：“那个女人是仲德集团老总的千金。”一句话瞬间堵住了方清剩下的那些没来及说出口的话。仲德集团是业内的龙头企业，以仲德集团的能量，解决这点小事根本不在话下。哪怕秦柔真的是过错方，仲德集团的法务也能将黑的说成白的，更何况这事本身就不是秦柔的错。方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，他顿时松了口气：“兄弟，不好意思，差点冤枉你了。”我摇了摇头，表示没关系。于是方清松开手刹，重新启动了车子。经过几人身边时，不经意间，我与秦柔的视线对上了。她眼中瞬间爆发出惊喜的光芒，扭身就想要追上来，却被刘生一把拦住。“我告诉你，你不把赔偿给了，就别想走。”趁着这个间隙，我将车窗重新升了起来。秦柔想要甩掉刘生，奈何对方
就像狗皮膏药一样，紧紧缠着他不放。他眸子里闪过一丝冷意。行，1个亿是吧？你账号给我，我立刻转给你。说完，秦柔就拿出手机，调出转账页面。刘生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一边把卡号给他，一边警告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别想骗我，就算你今天转不了，明天也得。”然而他话音未落，叮的一声，手机传来了到账1个亿的语音提醒。刘生反复检查了几遍，确定钱实实在在地进了自己的账户。在看向秦柔时，眼神顿时不一样了。秦柔却懒得搭理他，扭身上了车，疾驰而去。而何林从始至终都没有对这件事发表一句言论，他只是疑惑地看着我远去的方向，想了想，发了条消息：“你在哪儿？我刚才好像看到你了。”医院跟公司完全是2个方向，按理说，我此时应该在回公司的路上。但我完全不想跟何林解释，扫了一眼后，直接左滑删除。见我半天没回复，何林直接打来电话，一开口就是质问：“为什么不回我信息？”我懒懒的应付：“没看到。”这个答案显然不能让何林满意，毕竟以前只要他发来的消息，我基本上都是秒回。但他只是顿了一下，接着就自顾自地吩咐道：“我出车祸了，可能要住院。你等下记得带些换洗衣服来东区医院照顾我。”理直气壮的，简直让人觉得好笑。我反问：“刘生呢？你怎么不让他照顾你？”何林明显更加不满了：“你现在最关心的，难道不该是我伤到哪儿了？严不严重吗？”“是啊，如果是以前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询问他伤到哪儿了，严不严重，甚至会抛下手上所有的工作，奋不顾身地赶到他身边照顾他。可如今我累了。”见我不说话，何林以为我还在为今天的事情生气。何林放缓了语气：“刘生心脏不舒服，我不能让他太累了，而且接下来整个工程都要他负责，根本没办法分心做这种小事。好了，你别闹脾气了，你以前不是最喜欢照顾我了吗？赶紧过来吧，等这边完事，下个工程我保证让你负责。”说完，他完全不给我拒绝的机会，直接挂了电话。方清显然也听到了何林的话，眼中满是轻蔑。这种女人不仅没有脑子，还跟刘生不清不楚的，你还跟着他干什么？我沉默地收起了手机。是啊，当初我是为了何林才选择留在这家公司，为我们的感情，也为我们一起努力奋斗过的心血。可如今物是人非，我还有必要继续坚持吗？经过医生的检查，确认了我的胳膊没有伤到骨头，方清才终于松了口气。既然你没事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不禁感慨，一个是因合作，有着共同利益才走到一起的方清，一个是因感情结合，相守相伴多年的女友。没想到在我受伤的时候，两人的态度对比竟然是天壤之别。方清一手拎着药，一手掏钥匙：“兄弟，接下来要去哪？我送你。”这句话直接把我问懵了。自从刘生在几个月前进了公司，公司就逐渐没有了我的位置。何林毫不遮掩的偏袒，导致我手底下的那些人也逐渐将天平倾斜，而家里则是有太多我跟何林的回忆。经历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我已经彻底醒悟了，压根儿不想回去看那些令人作呕的虚假回忆。我皱着眉，思忖自己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。没想到刚转个角，就撞见了来医院做检查的何林跟刘生。何林看到我两手空空，顿时不满道：“我不是让你给我带换洗的衣服吗？”我还没有说话，旁边早已憋了一肚子气的方清毫不犹豫地开喷：“
你眼瞎吗？没看到孟泽胳膊受伤了吗？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人女朋友的？男朋友受伤了你不管，反而带着别的男人去飙车。他看着何林额头上刚包扎好的伤口，冷哼一声：老天可真是有眼，花心的女人就该遭到报应。有路过的病患听到方清半真半假的话，纷纷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何林跟刘生两人。何林顿时恼羞成怒：你胡说什么？刘生心脏不舒服，我才好心送他来医院，谁想到半路上竟然出了车祸，要不是我们福大命大，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。说着，他猛地指向我：再说了，孟泽好好的，什么时候受伤？然而他手指着的方向正好是我受伤的胳膊，看清上面缠绕着的纱布，何林瞬间卡壳了。何林愣了愣，有些不确定：你真的受伤了？说着，他就想走上前检查。旁边的刘生突然瞪大了眼睛，指着方清：这不是在工地上带头闹事的那个方清吗？你怎么会跟孟泽在这里？何林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刚才对自己的竟然是工地上带头闹事的那个人。他的眼神在我跟方清之间来回扫了扫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而刘生看热闹不嫌事大，不断拱火：不会吧，孟泽，你现在不仅演苦肉计骗人，还学会联合外人做局闹事了。再怎么样，公司也有你的一份心血，你就算不满，直说就是了，何必？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何林的脸色愈发阴沉，他看着我，语气不善：孟泽，你不觉得自己应该解释一下吗？方清张嘴还想替我说话，却被我拦住了。我来回看了看刘生跟何林，最终忍不住笑了。没错，就是你们看到的这样。我跟方清很早就认识了，今天的事就是我联合他一起做的局。何林怒不可遏：孟泽，亏我那么信任你，你居然联合外人设计骗我。刘生也没想到我会直接承认，惊讶过后十分得意：我就知道，何林，你可千万别再被他骗了。孟泽都能干出这种吃里扒外的事，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？这种人留在身边就是个祸害呀。何林咬着唇，眼中有些纠结。即便他的心早已向刘生倾斜，可7年的相处并不是说放就能立刻放下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最终缓缓道：孟泽，要不是刘生，今天的事还不知道怎么收场。看在过往的情谊上，我可以给你一次改正的机会。你现在立刻当着大家伙的面向我，还有刘生认错道歉，主动让位给刘生，我就当今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不然你也不必再回公司了。直到这时，他还在为刘生谋划。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：不用，我自己离职。何林顿时愣住，刘生眼中闪过欣喜，随即又被他掩盖：林林，你看，他早就预谋已久了，搞事不成，他就破罐子破摔要离职，说不定他连下家都找好了。就连旁边的方清脸上也闪过一丝诧异，他思考了一会儿，向我确认道：孟泽，你确定要离职吗？我点点头，态度十分坚定。如果说在来的路上我还有丝迷茫，那么此刻我已经彻底下定了决心。何林变了，我付出那么多心血的工程也付之东流了，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任何值得我留念的东西了。方清见我心意已决，缓缓舒了一口气。原本我以为你会因为何林舍不得离开，还担心事情会不会牵连到你。既然你离职了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。我疑惑地看向他，却见方清突然挣了挣自己的衣服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张证件。他把证件举到何林面前，严肃道：
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工程局项目监理方清，现在我严重怀疑贵司擅自更改项目工程，涉嫌以欺瞒的手段非法牟利，请跟我走一趟吧。我跟何林都愣在了原地，唯有刘生在片刻的怔愣后，随即指着方清狂笑道：“就你这个破民工，要是工程局的人，我就是局长他爹。”方清眼神一冷，似笑非笑：“是吗？希望你之后还能笑得出来。”刘生皱眉：“什么意思？你威胁我？”方清却不再搭理他，转头看向何林：“何林，请吧。”何林的脸色变了又变，随即一笑：“你不就是怀疑我们擅自更改工程吗？刚好我把合同带来了。喏，你看。”他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，这份合同上从始至终写的都是学校啊，只是我们一开始找错了施工方，现在拨乱反正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无论是他的表情还是语气，都带着一丝无辜，仿佛一切都像他所说的那样。如果不是我知道真相，说不定就被他骗了。然而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方清接过他手里的合同，快速浏览了一遍后，却什么话都没有说。直到何林忍不住发问：“你看完了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”他终究还是没有掩藏住眼神里的那抹紧张，以及嗓音的那丝颤抖。方清眼神闪了闪，将合同递还给何林，笑道：“没有问题，看来是我搞错了，抱歉了。”听到这话，何林顿时松了口气，将合同装回包里，随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：“弄清楚了就好，万一冤枉了人，事情就不好收场了。”然而刘生见方清吃瘪，不依不饶道：“一句道歉就能算了吗？你可是当众污蔑了何林，万一这事儿被传出去了，何林跟公司的名誉怎么办？”方清挑眉：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当然是。没等他说完，何林立马喝止：“闭嘴！”尖锐的嗓音让路人侧目，就连刘生也诧异地看着他，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太大。何林清了清嗓子，柔声对刘生道：“这事儿也没闹大，就算了吧。毕竟那份合同经不起细查。”何林根本不敢在这件事情上较真，甚至他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，都忍不住先看看我的反应，生怕我在方清面前揭了他的底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他们的那堆烂事儿，我一件都不想再沾染了。刘生哼了一声：“既然琳琳不计较，那我就放过你，你下次小心点。”方清眼神轻蔑地扫了他一眼，懒得搭理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兄弟，下家找好没？没找好，我给你推荐啊，这方面我认识的人可多了。”何林立刻不满地皱起了眉。与此同时，我的身后突然传来一道清亮的女声：“不好意思，这个男人我预定了。”回过头，就看到一个身材俏丽的女人快步地朝这边走来。等离得近了，何林眉头紧皱：“你不就是刚才撞我的那个女人？”显然，他对秦柔的敌意不是一般的大。秦柔懒洋洋地瞥了他一眼，然后果断挽住我的胳膊，一开口就是略带撒娇的埋怨语气：“阿泽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害我找了一大圈才查到你来医院了。刚才我听到你说自己离职了，是不是真的呀？你要不要考虑来我们公司？我把副总的位置给你做呀。”这一番话说出来，几人顿时瞪大了眼睛，就连方清也悄悄冲我竖起了大拇指，眼神中满是戏谑。我知道他误会了，秦柔是我之前参加竞拍会的时候认识的，当时他被一个醉汉缠上，我好心帮他解了围。直到竞拍会开始，我才知道他竟然是众德集团新上任的总裁。后来我打败众德集团，成了那场竞拍的赢家。秦柔一开始并不服气，
直到看完我的方案，他才彻底无话可说了。自那以后，他就想方设法接近我，想要把我挖过去，而我因为担心何林误会，每次都会主动避开。只是没想到今天会这样巧，又遇上了。眼见秦柔横插一脚，何林立刻宣示自己的主权。孟泽，我还没有答应你辞职。他指了指秦柔，脸色十分难看。还有，你跟这个女人什么关系？她为什么会叫你阿泽？何林向来如此，自己的东西，哪怕不喜欢了，他也绝不允许其他人沾染。曾经为了让他安心，我删掉了所有异性的联系方式，只留了他一个人的。但凡有异性参加的聚餐，我要么推掉，要么带着他一起参加。如今突然看到有个比自己年轻又漂亮的女生主动依偎我，他根本接受不了。如果是以前，我一定会立刻推开秦柔，向何林拼命解释。但此时我完全不这么想了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解释，也没有动作。见我逐渐脱离他的掌控，何林的火气蹭蹭地往上涨，几乎要爆发了。秦柔却故作疑惑道：“大姐，你好奇怪呀！阿泽想离职，为什么还要你同意？就算你是老板，也不能不许员工离职吧？”说着，他突然指向旁边站着的刘生，而且你男朋友明明在那里站着，你管我叫阿泽什么呢？我就算叫他老公，你也管不着啊！车祸发生后，刘生曾当众称何林是自己的女朋友，当时何林可是一句反驳的话都没说，如今却来质问我跟秦柔的关系，简直可笑。何林显然也想起了这事，脸上顿时一阵青一阵白，他几乎是气急败坏。孟泽，你还想不想要这份工作了？你就任由这个女人这么羞辱我？何林太了解我对这家公司倾注了多少心血，付出了多少感情，所以他经常会利用这一点，让我向他服软。可他却忘了，人心一旦被反复伤害后，就再也无法复原了。我直接转头看向秦柔，等我处理完自己的事情，随时都可以入职。何林几乎不敢相信我竟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无视他，甚至敢当着他的面接下秦柔递出的橄榄枝，顿时瞪圆了眼睛。秦柔则是十分开心：“好呀，只要你来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呀。”然后他转过头看向何林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忘记做自我介绍了，我是众德集团的总裁秦柔。”何林，感谢你错过了这么好的一块金子，我才能有机会啊。说到最后，他脸上的笑容十分灿烂。然而何林跟刘生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。众德集团的盛名，业内谁不知道？哪怕是从基层做起，也足够给自己的履历添上黄金的一笔了。更何况秦柔一开口，许诺给我的就是副总一职。何林根本不相信我有这个本事，他咬着牙：“怎么可能？”刘生见状，赶紧上前拉了拉他：“琳琳，你先别激动，你想想，先是民工在工地上闹事，接着这女人开车撞了咱们，现在又跑过来说自己是众德集团的总裁，要让孟泽去当副总。世上哪有这样巧的事？这些人肯定都是孟泽特意找来的演员，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你心软。”他越说越发的肯定，看向我们几人的眼神也愈发的鄙夷起来。何林似乎也被他说动，眼神慢慢从一开始的自我怀疑到后来的恍然大悟。他思忖了片刻，突然笑了，眼里甚至还带了丝得意：“好了，孟泽，我知道你做这些都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我也知道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，你别闹了，我以后补偿你好不好？这种逻辑自洽的本事，我自愧不如，甚至懒得辩解。”秦柔却不惯着他们，冷笑一声：“
我原本还以为你只是个有眼不识金镶玉的睁眼瞎，没想到脑子也病得不轻。他看向刘生，毫不客气地骂道：“无论是蠢货，还是喜欢乱吠的狗，都是一样的让人讨厌。”刘生恼羞成怒：“你有种再说一遍，信不信我还能让你再赔偿1个亿？”听到这话，秦柔嘴角挂着意味不明的笑：“是吗？那我可真是拭目以待了。”然而不等刘生动作，远处缓缓走来一行穿着制服的人，为首的扫视了眼众人，问道：“请问哪位是刘生跟何林？有人举报你们敲诈勒索。”刘生跟何林彻底傻眼，我跟方清也对视了一眼，因为提前离开的缘故，我们并不知道后续发生了什么事。秦柔懒得搭理他们，把行车记录仪递给帽子叔叔，这里面有车祸的事发经过，还有他们对我敲诈勒索的全过程，你们可以检查一下。帽子叔叔将记录仪接过去，开始翻看起来。刘生见情况不妙，立刻为自己辩解：“我可没有敲诈他，是他撞伤了人，自愿赔钱给我们的。”说着，他指了指何林额头上的伤口，顺便把医生的检查报告递给对方。帽子叔叔接过，快速地扫了一眼，顿时笑了：“轻微擦伤，最多加一个轻微脑震荡，你直接索要1个亿的赔偿。”对方骤然脸色一冷，怒喝道：“你有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？”刘生顿时被吓得噤了声。何林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，帽子叔叔突然瞥了他一声，冷哼道：“你别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没有。”他指着手中的监控视频：“超速驾驶、实线变道、不系安全带，甚至在发生车祸后还逃离现场。你以为你跑得掉？”何林瞬间哑口无言，他长那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被帽子叔叔当众呵斥，脸上顿时一片臊红。等查看完所有视频，何林违章驾驶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了，但因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，帽子叔叔只是对他进行了口头教育，又罚了一笔钱，扣了分，算是小惩大戒。只是刘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视频里，他主动向秦柔索要1个亿，并威胁他不给就不能走。再加上两人的转账记录，事实清楚，证据清晰。无论刘生怎么辩解，自己只是在帮何林索要应得的赔偿，帽子叔叔都坚持要将他带走。最后，刘生只来得及对何林说一句：“林林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都是为了公司啊。”说完，他就被帽子叔叔强行带上了车。何林显然被刘生的这句话感动到了，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眼睛红了一圈：“孟泽，你太过分了，不就是一个工程吗？你有必要使出连环计对付我们吗？”直到此时，何林依旧认为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我设的局，方清跟秦柔则是我请来的演员。在他眼里，我设计害刘生是真，而刘生敲诈秦柔1个亿根本不是什么大事。我只觉得身心俱疲。何林，我们分手吧。还沉浸在伤心中的何林突然听到我这么说，瞬间愣了。他不敢置信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秦柔却是喜闻乐见：“大姐，你不仅眼瞎脑残，现在还耳背。孟泽说要跟你分手，听懂了吗？”接连被人当众羞辱，何林的忍耐已经快要到了极限。只是现在已经没有刘生在一旁为他撑腰，何林只能强忍怒意。他擦了擦眼角的泪：“孟泽，这些事儿我们回去再说，你现在先撤案，把刘生放出来。”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何林，车祸是你违章驾驶造成的，刘生被抓是因为他敲诈秦柔，从始至终这件事都跟我没有关系。
你想让我撤案？抱歉，受害者不是我，我没有权利替秦柔做任何决定。你听好了，不仅这件事我管不了，从今以后与你有关的任何事情，我都不会再管了。或许是我难得的严肃态度，终于让何林意识到，这一次我并没有跟他开玩笑。第一次，我在他眼中看到了因我而产生的慌乱。何林颤抖着嗓音，委屈道：“孟泽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明明承诺过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你都不会不管我，会为了这家公司，为了我，拼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现在我只是想让你救救刘生，你就要违背誓言了吗？”我眼神一冷，何林，你该好好问问你自己，先违背誓言的究竟是谁？当初的承诺是真的，如今的心灰意冷也是真的。如果不是何林一次次为了刘生伤害我，我跟他又何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？何林愣了一下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他一脸不解。可刘生不一样啊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怎么能因为我偏袒他就抛下我呢？我摇了摇头，转身就走。人就是这样，没有切身体会，就不会感受到那种疼痛。可即便体会到了，也只会认为是对方的错。方清在旁边吃够了瓜，走上前，一把搂着我的肩：“兄弟，别伤心，为了庆祝你脱离苦海，咱们找个地方去喝一杯。”另一边，秦柔也迫不及待地跟了上来：“喂，你们别落下我呀！”方清哈哈笑道：“行，一起，正好我带你们去认识认识几个新朋友。”我们三人踏着光朝外走去，而身后只剩下何林不甘的喊叫：“行，孟泽，你走吧，走吧，有本事你就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。”他不知道的是，我真的不会再回去了。方清带我跟秦柔去见了他的几个同事，其中有不少熟面孔。我笑着打趣：“你们藏得够深啊，亏我还一直以为你们是施工方那边的人。”方清挠了挠后脑勺，不好意思道：“兄弟，不是我故意瞒着你，实在是这身份太扎眼了，不得不藏起来，不然工程上一旦出了什么事，我们又没及时发现，那我们可真的完蛋了。”我点点头表示理解，明面上的问题容易解决，但暗地里那些见不得光的把戏，不是谁都能及时发现的。跟几人喝完酒，我起身想去趟厕所，结果刚打开包厢门，一眼就看到何林带着几个人进了旁边的包厢。因为人群遮挡，何林并没有发现我。秦柔见我待在原地不动，好奇地走过来，等顺着我的目光看到那几个人后，顿时皱起了眉。他提醒我，以后你看到这伙人记得离远点儿。我不解地看着他，何林想了想，解释道：“那些人在业内的名声都不太好，但凡他们接手的工程，要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。但查下来，合同跟流程都是正规的。当初仲德刚成立的时候，也差点着了他们的道。总之，你以后记得离他们远点儿。”之前刘生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能找到更好更便宜的施工方，看来就是跟这群人搭上了线。我点点头，让何林放心。旁边的方清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突然笑了一声，然后看着我，意味深长道：“你小子可真是及时跳出了火坑。”电光火石间，我突然想到之前何林拿出的那份合同。我问他：“你不可能没看出来那份合同有问题吧？”秦柔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，茫然地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方清。方清不答反问：“孟泽，你知道我们除了监察，最擅长做的是什么事吗？”我不解：“什么？”他笑了笑：“放长线才能钓到大鱼呀。”晚上回到家，何林居然也在家。见我回来，他立刻收起脸上的不耐，起身接过我的外套，
替我拿出拖鞋，一脸关心地看着我：“你去哪里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如果不是胳膊上的伤口依旧在隐隐作痛，我还以为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幻觉。当初那个温柔体贴的何林从未改变过，只可惜我不动声色地避开他的接触。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疏离的语气跟动作让何林的脸色霎时间变得难看起来，但不知是想到了什么，他咬了咬牙，忍了下来。何林勉强笑了笑：“孟泽，我今晚托人去查了一下，秦柔确实是仲德集团的刚上任的总裁。之前你也没跟我说过，这次算是我错怪你了。这点小事你也别跟我太计较了。明明是他相信了刘生颠倒黑白的谎言，现在反倒怪我太过斤斤计较。”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何林还以为我默认了，顿时松了口气。他走过来搂住我，放柔了语气：“孟泽，你也多为我想想好不好？我毕竟还欠了刘生一条命，他出事了，无论如何我都没办法坐视不理。秦柔不是一心想挖你过去吗？你就跟他说，除非他撤案放刘生出来，否则就免谈。他为了让你过去，一定会答应你的。等刘生出来后，我就会跟他保持距离，然后跟你结婚。我们还像以前那样，好不好？”以前我总是事事为何林考虑，他说不想那么早结婚，我就从来没有催过他。他说要还刘生的救命之恩，我就同意让刘生进入公司，接手我一个又一个项目。直到后来，何林事事都优先考虑刘生，我也不断地安慰自己，那是因为刘生曾经救了他一命。可没想到，为了让刘生出来，何林现在竟然毫不犹豫地拿结婚当条件。我一把将他推开，提醒道：“何林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有这个时间，不如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，打包带走，不然明天我就当成垃圾，让人上门回收了。”以前只要何林略微低一下头，我就会瞬间把所有不愉快都抛之脑后，像这样毫不留情地把他推到一边，甚至让他打包走人的情况还是第一次。何林脸上浮现一丝怒意，就在他即将发火时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看着我，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：“孟泽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帮还是不帮？”我摇了摇头，无比认真道：“公司我不会回去，婚也不会跟你结，至于刘生，更不是我的责任。”何林咬着牙：“行，你可别后悔。”说完，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。何林得意地在我眼前晃了晃，命令道：“孟泽，我要你想尽一切办法把刘生给我放出来。”我仔细看着那枚硬币，硬币的正面贴着一张黄色的笑脸贴纸，反面还有我的签名。正是我跟何林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惹他生气了，特意给他准备的许愿硬币。当时我许诺，以后无论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只要他拿出这枚硬币，我都会完成他的一个心愿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何林从来没有动用过这枚硬币，我还以为他早就把它丢了，没想到他竟然会在这种时候拿出来。有什么东西仿佛在无形中突然断开了，我顿时感觉浑身一松。想了想，我把硬币接了过来。行，我答应你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给秦柔打了个电话，听到我说希望他能暂时放过刘生一次，秦柔顿时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缓缓开口：“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我要知道原因。”我想了想，这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就简单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听完，秦柔缓缓松了一口气，声音里也难得带了点笑意。我还以为，行，我知道了，不过我帮你办了这事儿，你是不是也得答应我一件事？我没有丝毫犹豫。没问题。秦柔讶异，
我还没说是什么事呢，你就不怕我设计害你？我笑笑，你不会，你我之间这点信任还是有的。显然这话让秦柔十分受用，隔着手机我都能感觉到她的开心。行，不逗你了，过几天业内有个商务晚宴，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出席，我给你介绍一些业内的大佬。这类的商业宴会其实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举行，只是何林从来不会带我参加。我曾问过他原因，他开玩笑般地说，害怕我看多了那些繁华，就跟别人跑了。于是为了让他安心，我再也没有参与过类似的活动。后来刘生来了，何林更是只带他参加。如今我还没有正式加入仲德集团，秦柔就不怕我直接跳到别的公司。我这么想着，便如实问了。秦柔想了想，认真道：孟泽，我这人向来是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如果你被其他公司拐跑，就说明我们公司给你的还不够多。但我不信，还能有哪家公司能有我这么大的诚意？这句话不仅是他对我人品的认可，更是对自己眼光的绝对自信。能有这样的伯乐，何愁发挥不了自己最大的价值？我会心一笑，好，我跟你去。宴会当天，我早早的到了晚宴举办的酒店，秦柔却因为路上堵车，还要晚一点儿。电话里，她语气充满了歉意，抱歉，我没想到路上会这么堵。我安慰她，没关系，你慢慢来，我在大厅里等你，我给你带了点点心，等下你可以先吃点东西，垫胃再进场。这种晚宴主要是为了结交人脉，基本上没多少吃东西的机会，尤其秦柔这种身份，只怕一进场就会被不少人抓去敬酒，所以我特意准备了点吃的，以防万一。闻言，秦柔悠悠地叹了口气，阿泽，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何林的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认真道，你自己就是个很优秀的人，年轻、漂亮、清醒又有智慧，没有必要羡慕别人。听到我这话，秦柔扑哧笑了一声，没想到我在你眼里竟然有这么多优点呢。我笑了笑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秦柔更加开心了，听你这么说，我现在一点儿都不羡慕何林了。你等着我呀，我很快就到了。我轻轻嗯了一声，挂完电话就想先去酒店大堂里找个地方慢慢等秦柔到来，没想到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，孟泽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转过头就看到刘生跟何林携手而来。几天不见，刘生身上的那股狠劲儿愈发明显了，一看到我，他的眼中就露出一抹狠意，仿佛我是他的杀父仇人般。我皱眉，只觉得莫名其妙，压根不想搭理两人。然而何林却眼尖地看到了我手中提着的点心，他顿时笑了，了然道，孟泽，你是来给我送点心认错的，那你放着吧，这个宴会最多只能带一个人进去，我已经答应带刘生进去了，等宴会结束，你好好跟我道个歉，再写个保证书，我就考虑一下要不要原谅你。不过之前主管的位置不能再给你了，你要想回公司，只能先从保洁开始做起，怎么样？我还是很宽宏大量的。刘生也在一旁假惺惺道，孟泽，琳琳还愿意给你机会，真是对你仁至义尽了，你还不赶紧好好谢谢他？两人自说自话的本事真的让人无比叹服，尤其何林这副自以为是的模样，真的让我对自己之前的眼光产生了质疑。这次我不想再惯着他们，毫不犹豫地出言讥讽，何林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已经跟你分手了，麻烦你离我远点儿。我来这里是为了跟秦柔参加晚宴，这些点心也是给她买的，跟你没有一丁点儿关系。
你这副死缠烂打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模样，真的是让我感到无比恶心。昔日的恋人彻底撕破了脸皮，连最后一丝体面都不留。再加上周围来往的都是同行，已经有不少人认出了何林，在一旁窃窃私语。何林面子上挂不住，瞬间恼羞成怒。孟泽，你以为自己算哪根葱？我告诉你，第一笔补贴我们已经拿到了，刘生负责的工程也已经签好合同，正式开工了。等这个项目落成，公司就会被评为优秀企业，大大小小的合作都会源源不断地找上门。到那时，仲德集团连给我们提鞋都不配。你最好想想，现在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我？我不为所动，是吗？那我可真是拭目以待。何林见我油盐不进，冷笑一声：行，孟泽，我给了你回头的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，你可千万别后悔。说完，他挽着刘生的胳膊就要朝宴会厅走去，然而半途中却被人拦下了。秦柔居高临下地站在他面前，冷冷道：你刚才说仲德集团连给你提鞋都不配，没想到背后说人坏话，竟然被正主抓了个正着。何林的脸色顿时青一阵白一阵，嘴上却不肯服输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以后谁会是业内的领头人还不一定呢。刘生也在一旁助威，就是我们琳琳很快就能成功了。秦柔看着他们的眼神仿佛在看个傻子，他指了指宴会厅外的立牌，笑道：连这场宴会的主办方是谁都没搞明白，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，就你们这脑子，就算再给你们300年也爬不上我这个位置。说完，他冲周围的保安使了个眼色，以后记住了，这2个人禁止踏进我们秦家名下的企业半步。保安接到命令，立刻组织人将何林跟刘生轰走。刘生脸上顿时阴沉一片，恶狠狠地瞪了我跟秦柔一眼，而何林还在不甘地叫唤：放开我！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还有你，姓秦的，你给我等！保安果断用抹布堵住了他的嘴，一时间世界都安静了。解决完何林的事，秦柔来到我面前，十分的内疚：不好意思，都怪我迟到了，不然也不会发生这种事。我摇了摇头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只是经过这一场闹剧，我只觉身心俱疲，已经没了参加晚宴的心情。秦柔显然也看出来了，主动提出送我回家。我想了想，点头答应下来。一路上，车内的气氛都保持着诡异的沉默，直到到了小区门口，我把点心递给秦柔：这是给你买的，你要是不想吃，就扔了吧。说完，我就拉开车门，正要下车，秦柔突然抓住了我的手，欲言又止。她虽然什么话都没说，但脸上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他的心思。我叹了口气：秦柔，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事业，其他的暂时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。秦柔显然听懂了我的潜台词，她的手僵硬了一瞬，随即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，笑道：你想什么呢？我只是想提醒你别忘了明天入职。成年人的点到为止，总是能避开很多尴尬的局面。我笑着点点头，当然。目送秦柔的车远去后，我才转身往小区里走。结果还没走几步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我刚想回头，结果一根棍子狠狠地敲在我的后脑勺，我顿时眼前一黑，瞬间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，周围都是陌生的环境，地上到处扔着矿泉水瓶，还有烟头，墙面跟水电都还没来得及处理，明显是刚刚交付没多久的毛坯房。
而我的手脚被绳子牢牢绑住，周围站了3、4个陌生男人。见我醒来，其中一个壮汉朝我走来。哟，醒啦！我眯起眼睛看他，这才发现这人竟然是那天跟何林一起进包厢吃饭的其中一个。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只是被人当众羞辱，赶出了宴会厅，何林竟然就找人把我抓起来，还是说他依旧耿耿于怀刘生被抓的那件事，想抓我来泄愤。见我有话想说，壮汉直接把我嘴上的胶布撕掉。我轻咳几声，哑着嗓子问道：“你们想干嘛？”壮汉也不废话，伸出了3根手指：“兄弟们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想跟你要点零花钱花花，不多，3个亿就行，只要钱到手，我就立马放了你，怎么样？”我反问：“要是我拿不出来呢？”壮汉冷哼一声：“那就别怪兄弟们心狠，你就永远留在这里吧。”说完，他指了指其中一面被凿开的墙，以及旁边准备好的水泥。显然，只要我拿不出来钱，他们就计划着把我埋进去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除了那套房子是我父母留给我的，在何林手底下工作的这些年，何林从未给我开过1分钱工资。我的每一笔花销都是通过对方的亲情卡，但凡有哪笔账的数额大了，何林都会向我问个明白。我连1000块钱的私房钱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拿得出3个亿？更何况我都已经看清了他们的长相，这些人又怎么可能会放过我？想到这里，我干脆自暴自弃道：“那你们直接把我埋了吧，我没钱。”没想到几人根本不信，还以为我在骗他们。为首的那个壮汉上来就是给我一拳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我不敢动手，你最好赶紧找人把钱给我凑齐，不然我有的是法子让你生不如死。然而我依旧还是那句话，没钱。壮汉直接使唤众人给我一顿暴揍。然而无论他们怎么折磨我，我都咬死了不松口。旁边有个瘦杆见状，干脆提议道：“豪哥，实在不行，咱们直接把这小子做了吧，也省得夜长梦多。”被称作豪哥的人唾了一口唾沫，正犹豫时，一道铃声突然响起，众人瞬间警惕起来，朝四周看了看，这才发现是我的手机在响。豪哥把手机拿出来，警告般的看了我一眼：“该怎么说？你最好心里有点数，不然……”哼！我假装顺从的点点头。刚接通，秦柔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：“孟泽，你不是吧？我昨天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做呢，你就吓得连公司都不敢来了。”我连忙喊道：“别来，别相信他们说的话。”下一秒，豪哥狠狠地踹了我一脚，骂道：“你小子想死是不是？”剧烈的疼痛让我忍不住闷哼出声。为了防止我再胡乱说话，旁边的人立刻给我重新贴上了胶布。手机那头是秦柔焦急的声音：“孟泽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快告诉我你在哪儿！”豪哥干脆把手机拿到自己耳边，狞笑一声：“美女，你男朋友现在在我手里，我给你个地址，你给我送来3个亿，我就放了他，怎么样？”秦柔沉默了片刻，在说话时声音已经变得冷静：“行，你把地址给我。”见他答应得如此干脆，豪哥眯起了眼：“我可警告你，我只要现金，要是被我发现你报警了，或是带了别的人过来，哼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”秦柔也不是吓大的，反而威胁起了豪哥：“当然，但如果你敢动他一根汗毛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惨。”然后他放柔了语气对我道：“阿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活着走出来的。”听到秦柔的这句话，我心底某个柔软的角落仿佛被人轻轻触碰了一下。豪哥把地址发给了秦柔，没过多久，
我就听到楼下传来了车辆的声音。瘦杆往窗户外看了一眼，朝豪哥点头。一个人。豪哥顿时满意了，拍了拍我的脸颊：“小子，你福气不浅啊，竟然真的有女人傻乎乎的为你来送死。不过，为了让你死得明白点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得罪人了，所以别怪兄弟，我只是拿钱办事。”此刻，我已经无心再听他说的什么，满心都在担心秦柔的安危。很快，秦柔就抱着一个黑色的大包走了进来，似乎包裹太重，她额头上布满了一层薄汗。秦柔喘了几口气，把包裹扔在地上：“钱在这儿，人呢？”豪哥一挥手，几人就让开了身子，将我暴露在他眼前。秦柔立刻朝我冲了过来，一看到我身上的伤痕，顿时眼含泪花。明明挨打的是我，何林的表情却仿佛每一下都疼在了他身上。他小心翼翼地扶起我，撕去了我嘴上的胶布，低声对我说道：“你放心，伤你的这些人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”同时，他悄悄将一把小刀塞进我的手里。我张了张嘴，无声地说出了何林的名字。秦柔愣了一下，下一秒脸上浮现一股怒气，显然是误会了我的意思。我赶紧小幅度地摇了摇头。秦柔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突然，她像是想到了什么：“你是说……”还没等她说完，另一边突然传来一声怒骂。豪哥拿着一根棍子，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：“我要的3个亿，你才拿过来多少钱？你耍我呢？”秦柔站起身，冷冷地看着他：“提取大笔金额，至少需要提前1天申请。你要的太急，我只能取出来这么多。更何况没有看到阿泽安然无恙地离开，我不可能把剩下的钱给你。”豪哥被秦柔的这些话绕懵了，反应过来后，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：“行，你等着。”然后他转身跑到别的房间打电话，隐约能够听到钱、撕票等词。我跟秦柔对视了一眼，秦柔立刻挡住我的身子，方便我操作小刀把绳子割开。然而还没等我割断绳子，豪哥就已经回来了。他猛地一巴掌抽在秦柔脸上：“你还敢骗我！”秦柔被那巴掌打得连退了好几步，娇嫩的皮肤瞬间嫣红一片，但她的眼神分明没有一丝屈服。豪哥越想越气，下手也越来越重。之前你当天就能转账1个亿，现在竟然说自己没能耐取那么多现金，不给你点苦头吃，你是不是当我在跟你玩过家家呀？瞬间我就意识到，今天这件事或许不是何林干的，但绝对跟刘生脱不了干系。只是此刻并不是思考的时候。眼见豪哥还想对秦柔动手，我赶紧喊道：“你们这些大老粗，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几个亿的现金？哪怕现在我们给你们运个100万进来，就你们这些人，都未必搬得动。”豪哥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正愣了一会儿，才反应过来我是在嘲讽他们。他放开秦柔，冲过来就要揍我：“你小子挺嚣张的呀！”秦柔立刻挡在我面前：“你要是再敢碰他一下，哪怕我死，你也别想再拿到1分钱。”即使他现在已经狼狈不堪，但身上的那股气势依旧存在，言辞冷冽，几乎镇住了豪哥。我跟何林在一起7年，他也不曾为我主动出头过，没想到今天秦柔却义无反顾地为我踏入险境，一次又一次挡在我身前，心底那块柔软的地方再次被人拨乱了。瘦杆走到豪哥跟前，耳语了几句，一边说一边看向何林，眼神无一不透露出邪恶的光。豪哥听完顿时笑了，他上下打量着秦柔：“行，既然你不让我们伤害这小子，那这份怒火就由你来承受吧。”说着
他就朝秦柔缓缓走了过去。我猛地挣开绳子，朝豪哥冲了过去。你敢！与此同时，大门突然被人踹开，方清带着张涛站在门口。他扫了一眼屋里的情况，笑呵呵道：“朋友，行个方便，这俩人我带走。”豪哥没想到会有人突然闯进来，先是吓了一跳，等反应过来后，他轻蔑地看了两人一眼，冷笑道：“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。”话音落下，其他几个人也都站了起来，缓缓走到豪哥身后。方清丝毫不惧，依旧笑呵呵地走了进来。然而，等他跟张涛走进房间，乌泱泱的一大群民工也都跟着走了进来。豪哥几人顿时傻眼，等帽子叔叔赶到时，豪哥几人都已经倒地。我跟秦柔直接被送去了医院，接受检查治疗。所幸秦柔伤得并不重，只要好好服药，很快就能恢复。只是我胸前的肋骨有点轻微骨折，需要暂时住院观察一下。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经历，我跟秦柔再次独处时，气氛总是会变得有些暧昧。我正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份突如其来的感情时，方清做完笔录，带着张涛来医院看我了。经过两人的解释，我才得知，原来是秦柔去救我时，提前设置了定时短信，只要他进去半个小时后还没有出来，短信就会自动发送给方清，让他报警带人来救人。而当时张涛正好在方清身边，得知我出事后，立刻召集了一大批民工，众人就轰轰烈烈地赶去救人了。没想到最后这些人竟然全都派上了用场。我感激地向张涛道谢，今天如果不是你，事情还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。张涛挠了挠头，俺说过，只要你有需要，随时喊俺。上次俺误伤了你，你不仅没计较，还一直帮俺们这些工人说话，这些都是俺们应该做的。秦柔也十分感激地向张涛道谢，以后仲德集团有需要，我一定会第一个考虑你们。张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我看着秦柔还有点淤肿的脸，内心莫名地泛起一股酸涩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这么为我奋不顾身过。虽然我大概猜到了秦柔对我的心意，但没有亲耳听她说，我始终觉得有些不真实。我问秦柔：“你为什么要涉险去救我？”秦柔哀怨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他们求财害命，我要是不去救你，你这条小命早就不保了。再说了，我早就安排好了，除了方清这边，我还安排了公司法务联系警方，甚至我还在身上佩戴了隐形摄像头，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全都录下来了，就不信他们还能逃得掉。而且我说过，只要这些人敢伤害你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”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除了方清带来的那波警察，秦柔还提前筹备了这么多。我张了张嘴，却突然觉得自己的语言是那么匮乏，我只能轻轻握住秦柔的手。她愣了一下，随即脸上浮现一丝羞赧。方清似乎没有察觉到我跟秦柔之间的暗流涌动，他皱眉思考了一会儿，突然问道：“孟泽，你知道是谁指使让林豪他们绑架你的吗？”提到这个，我跟秦柔脸上的笑都淡了下来。我毫不犹豫道：“是刘生吧？”一开始我怀疑是何林，但后来林豪说出那1个亿的事，我才意识到这种行事作风确实更像刘生能干得出来的事。果然，方清点了点头：“你猜的没错，林豪已经承认了是刘生指使的。刘生忽悠他说你手上至少有3个亿的资产，只要林豪除了你，那些钱他一分都不要，全归林豪。证据确凿，不怕治不了他们的罪。但现在比较棘手的是，刘生听到风声，
提前跑路了。闻言，我跟秦柔对视了一眼，明显看到对方眼里的担忧。像刘生这种睚眦必报、穷途笔现的小人，不早点抓进去，指不定还会搞出什么幺蛾子。秦柔想了想，站起身：“我先回去处理点事情，晚点再来看你。”张涛也挠了挠脑袋：“那俺也走了。”我点点头，送走了两人。房间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方清掏出烟盒，突然想起这是病房，又塞了回去。他叹了口气，不解道：“你说这人怎么能坏成这样呢？”然而还没等我想好该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，病房的门再次被人推开。我原以为是秦柔去而复返，没想到一抬头竟是何林。一看到他，方清立刻挑了挑眉，用眼神示意我：“你喊他来的。”我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也不知道。于是方清便没有离开，干脆搬了个凳子在旁边看戏，而何林也只当他不存在，把果篮放在我的床头，便自顾自地坐在了床沿。“孟泽，听说你受伤了，我特意来看看你，你有什么想吃的或是想喝的吗？”他语气异常温柔，脸上也没有了之前的针锋相对，就仿佛之前那些撕破脸皮的难堪场面从来都不存在。我皱眉，毫不犹豫地拒绝：“不需要，没什么事的话，你走吧。”何林叹了口气：“孟泽，我们好歹也有过7年的感情，我只是想关心关心你，难道也有错吗？”我沉默地看着何林。经过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，我已经彻底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这个时候何林只会来嘲讽我，而不是带着水果假装关心。果然，何林简单的关心了几句，见我始终不为所动，终于没了耐心：“孟泽，我听说警方怀疑这事是刘生指使的。”他直奔主题：“你想想，要是这事儿真的跟刘生有关，他怎么不直接绑架秦柔索要赎金呢？毕竟他又不是不知道你身上根本没什么钱。这明显是林豪看自己逃不掉了，故意拉刘生下水。只怪我们太傻了，当初竟然相信了林豪那个白眼狼，害了刘生，又害了你。”直到这时，他还在坚信刘生是个像白玉一般无瑕的人，即便真的出了什么事情，也一定都是别人的错。我已经彻底无语了。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去找办案警方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何林却一脸的理所当然：“可是你是受害者呀，只要你去跟帽子叔叔说这是跟刘生没有关系，他们一定会相信你的。”不仅我，就连方清也被何林这离谱的言论整得目瞪口呆，最后实在看不下去，他直接走过来警告道：“何林，你不知道这个案子还在审查中吗？你再赶过来打扰孟泽说些有的没的，我就举报你贿赂证人，直接把你关进去。”毕竟方清的身份摆在那里，何林知道他一向说到做到，再加上自己的公司也不太干净，何林生怕对方又一时兴起要去调查自己手上的工程，但另一方面又不太甘心。他犹豫了半晌，还是对我道：“孟泽，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，毕竟刘生救过我一条命。”听到这话，方清实在是忍无可忍，一把将何林拽起，往门外轰：“刘生救了你的命，你就自己还他一命啊！关孟泽什么事？成天拿这个道德绑架别人，你要不要脸呢？”说完，他还不解气，把床头的果篮也扔了出去：“带着你的破烂赶紧滚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查你一次。”最后的这句话彻底起到了威慑作用。何林愤愤地瞪了他一眼，却什么话也没敢说，扭身走了。方清冲着何林的背影唾了一声：“呸！什么个东西！
之后他也没有久待，起身也要离开了。只是临出门前，他看了我一眼，意有所指道：“你再忍忍，事情很快就要结束了。”我反应过来，他指的是何林的事情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何林没有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反倒是秦柔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过来照顾我。我明明只是伤了肋骨，并不影响到正常行动，但秦柔却非要亲手喂我吃饭，甚至亲力亲为地替我做好每一件事。她似乎很享受这个过程，脸上总会挂着心满意足的笑容。这样的她，跟人前雷厉风行的模样完全不同，莫名的让人觉得可爱。那股莫名的情愫在我心头涌动，直到再也掩盖不住。出院的那天，我主动向秦柔提起，或许我们可以试一试。秦柔瞬间瞪大了眼睛，等确定我没有在开玩笑时，她顿时笑开了花，眉眼间全是喜悦。那我就先盖个章了。说完，她突然踮起脚在我脸颊上亲了一口，似乎不好意思。秦柔借口要去给我洗杯子，满脸通红地离开了房间。后来，我顺利入职了仲德集团，跟秦柔谈起了甜甜的恋爱。她似乎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是她的男朋友，无论去哪里都会带上我。每逢介绍我时，开口就是这是我的男朋友，是位非常优秀的人才。偶尔也有人在背后嚼舌根，认为我是靠关系才坐上副总的职位，秦柔就会直接拿出我的实际打对方的脸。久而久之，再也没有人说过我的闲话，甚至十分信服我的能力跟人品。我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平淡又幸福地过下去，然而某天一大早，我突然被手机铃声吵醒。接通的瞬间，那头突然传来同事惊慌的声音：“孟泽，不好了，公司被人查封了。”我心头一个咯噔，下意识看了眼身边的秦柔，见对方安睡如常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打电话过来的是前同事，他说的是何泽。事情的发展其实都在我的预料之中。当初公司拍下的那块地是工业用地，在没有变更土地资质的情况下，何林跟刘生一边拿着当地的政策补贴，一边违规建房。而方清早在一开始就觉察到了不对劲，他混进了施工队，一边开展调查，一边收集证据。那天在医院，方清也是故意诈何林，想借那个机会检查一下何林手中的合同。没想到何林不仅随身携带，甚至还给了他取证的机会。至于刘生后来给何林介绍的施工队，根本没有相关资质，使用的也都是不符合标准的材质，即便建成了，也根本无法投入使用，纯的豆腐渣工程。这些证据方清早就掌握了，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刘生竟然指使林豪他们把我绑了。施工方被抓，刘生潜逃在外，何林独木难支，四处找人填窟窿补救。没想到最后竟然被放高利贷的下了套，之前刚到手的那笔补贴还有工程款全都套了进去。警方顺藤摸瓜，把所有事情都调查了一遍，再加上方清提交上去的资料，铁证如山。何林被带走的时候，还是一脸的不敢置信，张牙舞爪地表示自己有合同，所有的操作都合法合规。然而当鉴定人员将他伪造合同的实证摆在他面前时，他彻底无话可说了。何林将要面对的不仅是几十年的牢狱之灾，还有上亿的巨额罚款。我向前同事解释，自己已经跟那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了，然后就挂了电话，搂着秦柔继续睡了。但因为这项工程最开始的负责人是我，帽子叔叔还是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让我过去做笔录。
我跟秦柔说明原因，请了假。到了之后，才发现方清已经跟同事打了招呼，他们知道这件事与我无关，只是简单问了些问题，就把我放走了。我原本以为自己跟何林的缘分到此为止，再也不会有任何牵扯。没想到几个月后的一天，何林的律师突然找到我，说何林想见我一面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拒绝。秦柔得知后，反倒大方地劝我：“你去看看吧。”我疑惑地看着他，谁知秦柔突然从口袋里掏出戒指，单膝下跪：“阿泽，我想要跟你永永远远在一起，你愿意娶我吗？”随着他话音落下，远处有烟花绽放，还有一群熟悉的同事从四面八方走来，每个人的手中都捧着一束花，每一束花都被拼成了字，上面分别写着“娶她”、“在一起”、“我爱你”等等。我不敢相信地看着秦柔，秦柔却是一脸笑意，静静等待着我的回答。如果不仔细，根本发现不了他眼中的那一丝紧张与忐忑。我顺从自己的心意，点了点头，我愿意。秦柔立刻高兴地跳起来，投入了我的怀抱，众人纷纷发出了欢呼。一刹那，我分不清究竟是远处的烟火璀璨，还是秦柔眸中闪烁的光芒更耀眼。她将戒指套进我的中指：“阿泽，你去吧。我要让何林知道你已经是我的男人了，我要让他彻底死心。”瞬间，我就明白了秦柔的意思，因为我也曾走过他现在走的这条路，所以特别理解他内心里的那一点醋意跟占有欲。只是不同的是，我不是何林，不会辜负一个真心对待我的人。于是我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听你的。”会见当天，天气很好，何林却是满脸憔悴，脑袋上的黑发愁白了大半，乱糟糟地拢在一起。他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眼中突然迸发出希望的光芒。我以为他幡然悔悟，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可没想到一开口，何林说的却是：“孟泽，企划案是你写的，工程是你拍下来的，你不能不管我，你帮我顶罪好不好？只要你帮我顶罪，等你出来后，我一定加倍对你好，不，双倍、3倍、10倍的对你好。你不是一直想结婚，想有个家吗？只要你帮我顶罪，我现在就跟你结婚。”他神色癫狂，仿若疯子，但话里话外却仍是一心为自己着想，丝毫没有考虑过我是否愿意。我是有多傻，竟然以为这样的一个人会有意识到错误的一天。我摇了摇头：“何林，这是你自己犯的错，自己种的因，结的果，只有你自己承担，谁也帮不了你。”然后我举起自己的左手，把戒指展示给他看，而且我跟秦柔已经订婚了。何林愣了一下，随后一脸不屑：“孟泽，你为了骗我，真是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。秦柔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会嫁给你这种人？你做戏做得还挺全，竟然连戒指都准备好了，不会是在地摊上买的假货吧？”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解释。何林见我不理会，顿时气得抓狂：“孟泽，你以前不是说过会为我做任何事吗？现在只是让你帮我顶罪这个小忙，你竟然都不愿意。就你这样的，也配跟刘生比？他至少救过我的命，他是真的差点把自己的命给了我。事情已经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地步，他依旧认为刘生是最好的。”我叹了口气：“何林，你不知道吗？刘生被抓了，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你身上。”然后我掰着手指一件件数给他听：伪造合同、骗取补贴、违规建房、豆腐渣工程，还有绑架。他说这一切都是你指使的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何林根本不信，笑道：“你别想骗我，
刘生才不会这么对我，他可是救过我。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打断他。7月20日下午3点，杜家桥。神吗？何林愣愣地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眼中流露出一丝怜悯。8年前，你溺水的时间、地点，救你的人根本不是刘生，他只是刚好知道了这件事，借此接近你。你傻乎乎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凭他的只言片语，就相信了他所有的话。何林，你被骗了。如果不是方清告诉我，我也没想到，原来一切都是刘生编造的谎言。只是没想到这件事，似乎比坐牢还要让何林无法忍受。他在怔愣片刻后，突然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叫：“你骗人！你骗人！救我的人怎么可能不是刘生呢？不是刘生，还能是谁？你说呀，你告诉我呀！”然而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站起了身。何林见我要走，脸上瞬间露出绝望的表情。孟泽，你别走，你别走好不好？你帮帮我，救救我！只要你让我出去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我看着他，缓缓地摇了摇头。何林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究竟是谁救的你。剩下的时间，你就在里面好好为自己犯下的过错赎罪吧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何林撕心裂肺的呼喊，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选择负责，而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